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，毒花酿酒，枕刀而眠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10年前，10年后，你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，一样傻到可以为了陌生人去死。谢雪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想什么？谢雪晨，我想跟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可惜，过了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风雪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，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走啦，明天见啊！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……今天好像有些不对，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师妹，快看，这就是混沌珠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漂亮啊！真不愧是上古神物。混沌珠已出珠塔，敌手在岸窥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等这便护送混沌珠回玄天门，入万年石窟保管，定不会有失。盟主莫急，
南虚月。 诸位莫要惊慌，此乃9天垂云阵，是南庄主专为今日研制的阵法。无论是暗族，还是仙盟内奸，都逃不出去。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我入万仙阵修补结界，却遭遇暗族提前设伏，家父法相之境于雍雪城闭关，却无声无息被杀身亡。镇明仙盟法相境的高层之中，有与暗族勾结的叛徒。 现如今暗族入侵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其所在。必定是有人助其藏匿，对方要的是混沌珠。就算之前按兵不动，今日也必会在场。还请盟主和玄天门诸位念诵炎咒，先助暗族。炎咒？那我的魔气？不，谢雪晨是故意的。 又玩阳谋，引蛇出洞。若放在暗域，也是个姓臧的。谢城主言之有理，不过前几日玄天门弟子已用炎咒大锁，并未找到那暗族。如今再试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这就是我请诸位聚集于此的原因。这珠塔之中，有家父设下的对峙暗族之心旨。南庄主以珠塔为阵眼。 开启9天垂云阵，可以将炎咒的力量增强数倍。还请盟主念诵炎咒。好。师爷，师兄。 木姑娘，我们几人之中，法剑尊者的道心最为稳固。 万万没想到，竟会遭到你这暗族入侵。道心稳固，仙盟修道，总以为修为高便道心稳，错了，都错了。法剑心中有除魔执念，可他年事已高，便更加担心死前难偿夙愿。他越急于求成，道心就越乱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挡不住魔了。 你以为控制了法剑尊者，便可以夺取混沌珠？法剑可有500年的修为，在座的除了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只可惜昔日的第一剑修，如今灵力不足40%。等我除掉你们这帮蠢货，再带走混沌珠不迟。谢月晨，木姑娘。 木姑娘，木姑娘，木姑娘，他体内怎会突然魔气异动？一念，你没事？谢城主，师兄入魔。 我无力阻拦，几位掌门应该可以对付师兄。谢城主，你灵力尚未恢复，还是先在珠塔内躲一躲吧。今日生死难料，
但混沌珠绝对不能落入暗族之手。我先带混沌珠回玄天门，玄天门的万年石窟能阻隔邪祟，定能护混沌珠周全。尊者是觉得此战仙盟必败，才会说出如此漏洞百出的话吗？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是法剑尊者发现了暗族，让玄星率弟子以严咒满城搜索，证明他那时并未入魔。以法剑尊者的修为，赤影想要成功附身，绝非一时半刻可以成功。那么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：当日有修为高深之人，自愿让赤影藏身，且在之后协助赤影。如今看来，就只有依念尊者你了。谢城主灵力尚未恢复，被你猜到，倒也无妨。你早就怀疑我了。并非如此，是今日赤影的暴露，才让我联系剑后，有所推断。你猜的不错。前夜我与师兄论道，他发现了我的异常，但我早有准备，以法阵束缚住了他，让赤影偷袭，一点点控制师兄的心魔，整整1夜，方才成功附身。所以，当日也是你开启双向法阵，放赤影入雍血城的。是的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为何要杀他？你该知道，他即便是死，也不可能交出雍血城御令的。但他死了，盟主之位才会空出来。盟主之位，仅仅是因为盟主是我想让师兄当盟主。法剑尊者不愿意当，你就让赤影附身于他，待他答应。师兄若清醒，他绝不会答应做这个盟主。我只有用这个办法。谢城主当是明白人，今日仙盟已败，混沌珠亦在我手，不如打开结界，还能换得一命。尊者是觉得我惧死？不惧死，又何必与我说这么多？自然是为了让你多说一些。今日我既设下此局，又岂会用真的混沌珠？方才取混沌珠时，我提前准备了一道奇光。你以强光作为掩护，偷天换日，以假乱真。尊者或许不知，运秀山庄有一种灵珠，叫阳生珠。你该不会让所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？猜来猜去，叛徒竟是一念。被你们知道又何妨？谢雪晨现在灵力不足4成，就凭你们几个，休想拦得住我！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速战速决吧！爹，娘，别过来！师父。山无障。这是法剑的绝学，山无障。山无障一出，无人能敌呀！
谢城主的灵力恢复了。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灵儿，师父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父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。穆姑娘，穆姑娘，救命！高术士，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岐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父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
刘颖石所回放的，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谢雪晨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奇庄。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司部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它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留影。但刘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？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只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
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翠囊鸟护阵。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。雍雪城弟子护阵。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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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阵。穆玄灵护阵。穆玄灵护阵。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她是桑岐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一回便有第二回。桑岐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。谢城主。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伪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意指穆玄灵，还是意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高凤雪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雪，她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岐袭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雪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她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你们以为高凤雪是什么好东西？她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
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启袭庄之夜，他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那暗族看不惯他欺凌弱小，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界尊者。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你那么想他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梦。师兄，师兄。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有君天分担一半的自爆之力，我死不了。若是没有君天在，你早已当场毙命。许愿，许愿，我受伤之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怕丧气吐血。法剑的自爆之力，已经将朱塔撞出了裂缝，混沌柱不能有事。只有我无恙，丧气才会忌惮。也只有你无恙，仙盟才会忌惮，你才能保住穆玄灵，对吗？
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已然想置穆玄灵于死地。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穆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。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，他的灵窍受损。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月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？我才不要像那阴狗烂区里苟活的树叶！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。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